你在幹嘛？我在想辦法把這個尾巴敲進去，太重而且它空心的，好像這樣也可以，就這樣放着就好。我只要撐根部就好。我們現在要想辦法把銅棒，而且這銅棒超粗哎，那就是要把它這樣砍進去裡面。哦西，是這樣哦。好，我終於算是讓它整個完整的組裝起來了。沒錯，這一次我們就做了這個，也是異形的主題，只是這一次算是機甲的異形。這樣算一算，我做過的異形已經多少？我已經快成為異形王了。我們最開始有做算異形的頭像了，然後連接到這個脖子跟上胸。接着我們做了這個1:1的這個異形的主機。接下來我們就做這一個。算是賽博異形，這個雕像它還有更完整的版本，是底台更大，然後我們選這種比較簡化的底台。這件作品的原型一樣是由3D 繪師 Medieval Dog 所繪製出來的，像我們之前做過的索刃龍啊，還有黑神話悟空，都是由這位設計師所繪製出來的。我覺得他在整個細節的刻畫真的是已經做到一個極致了，特別是這顆頭裡面的這些管線的鋪陳跟配置。那它也是把一些異形的元素放在裡面，比如說像這個頭骨，然後像是後方這邊有一個這種類似抱臉蟲的這個形象，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這些身體的體態啦。雖然它是機甲的設計，可是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這個力道，在這件作品裡，我覺得最難的也就是它這條尾巴，整個列印件上的設計，那你必須要鏤空去減輕它的重量，可是鏤空它的強度就會下降。它中間其實就有預留一條溝槽。然後我們就用了5mm的這個銅棒，那5mm的銅棒，你知道有多粗嗎？是大概這麼粗哦，然後非常，然後就用這個銅棒貫穿到它的尾部的大概前面3/4的部分，這個部分我覺得算是最麻煩的。在這件作品，它在整體的設計，除了上面這個賽博異形以外，它在左手這邊還壓了一個生物感的異形，賽博異形有沒有可能是人類設計出來對付異形的呢？它是從賽博坦星來的異形，又或者是跟機械哥吉拉一樣的概念，機械異形呢？其實這個列印件不得不說印出來真的好，因為這麼精密的機甲造型上面，又要符合我們所需要的列印品質，這次我們使用的印表機又比之前更加升級，規格又更上一等。沒錯，我們這時候使用 Phorsen 全新的 Sony Mighty Rebel 16K Max， 一直以來都使用 Phorsen 他們出的 3D 印表機，然後也跟着他們的印表機一起成長，不是說體重，整體的這個設計上啊，有更貼近消費者的使用，又更加優化。過往 Phorsen 的 Mighty 系列大約在10寸左右哦，那這一次這一台直接來到了14寸，然後 16K 的畫質。
整體的列印高度可以來到30公分，就是針對我們這次做的這個機械異形，在這種大尺寸的比例上，就直接用這一台去做測試列印。那過往有使用過 3D 表的朋友都知道，在做載台的調頻的時候，需要一點經驗的。他把這些流程做得更簡化，一切就照螢幕操作。他這邊就會講放向這張紙，照它步驟往下。然後這個時候它就會出現載台不平均，然後它會分成4個區塊的感應器。那再來我們把載台取下，然後這一次的這個開關也是全新設計，用這種一鍵開啟的方式，拿下載台。好，我們把螺絲全部鬆開，它這邊就會出現這個面板上的壓力值，可以調，你看，要讓它到一樣的數值，那確保4顆螺絲都有碰到金屬面，然後調頻的這個數值亮綠燈，這就 Z 軸設定完成。OK， 我們按確認，這樣就調頻完成，又快又準。再來，針對這次的這個樹脂槽也有很多的進化。過往普羅森有推出過最大容量的是 Mega 8KS， 它只能到 1.5 瓶的树脂液，那這一台直接讓你到了 2.5 瓶树脂液。所以我們在做這種大型列印件的時候，不用擔心說它印到一半树脂不夠。树脂回收的時候，這邊還專門為它設計了一個這個倒料口，可以防止在倒樹脂的時候，它的树脂會回流，不會滴到料槽的邊緣，那就會減低沾到 LCD 面板上的機會。然後再來這個樹脂槽背後的這個離心膜也有玄機。過往的離心膜就是要用螺絲慢慢一個一個去加壓去固定，這次它設計的這個，它是用快拆的方式，就像那保鮮蓋一樣，把這個離心膜加壓固定上去，所以在拆換的時候更方便。好，那這一次的 LCD，Fosun 也為玩家們着想，因為有很多玩家在列印的過程中，树脂槽就是磨破掉，树脂又会外流，那邊就會印掉，你的這個 LCD 基本上都報廢了。那這一次 LCD 上面又多增加了一層鋼化玻璃，如果遇到樹脂漏液的情況下，在這塊鋼化玻璃上就不用那麼擔心了。如果還是液態的情況，你直接把它擦掉。那如果它已經固化了，你直接拿塑料刮刀直接刮上去，好清潔，讚。机體裡面本身就有2個燈條，就是可以讓我們做檢視列印狀況哦，又或者是幫監視器去做補光用。那後面這邊還有一個溫度監測器，對應到上面的這個加熱風扇。有時候我們冬天啊，它溫度可能低於10度以下，所以很容易造成樹脂列印失敗。那這台 Revo Max 增加了2顆加熱風扇，讓整個艙體去保持在一個恆溫，然後讓這些樹脂是呈現最好的工作溫度。除了艙体加熱以外，它還可以增加加热料槽，讓整體的加热速度更快。所在地是在比較高纬度的国家，那就很需要這樣的一個配備。好，再來最重要就是這裡面的這個監看鏡頭升級到 1080P。那它除了可以方便玩家們在遠端監看作品列印的狀況，在列印的過程遇到狀況，還會通知你有沒有要繼續印。它可以幫你在列印的行程用縮時攝影下來，對我們這種創作者來說，這個畫面就非常的珍貴。那我們在 3D 列印的時候，最怕就是會有所謂的沉紋，有沒有？那在切片軟體上，其實可以開抗鋸齒的功能，它可以支援 16K 抗鋸齒的檔案，就可以讓作品上的曲面更光滑，就不會有所謂的這種像素紋。那剛剛累積了這麼多優點，這一台全新的 Sony Mighty Revo 16K Max， 你猜要多少錢？5万？不用。4万？不用。現在這台原價4萬4，現在下定你只要付500元，這就可以變5000塊的抵用券，再搭配 Fosun 的其他優惠，大概3萬出頭就可以擁有這個全新，這個應該可以用很久。我之前用了這些 Fosun 的印表機，我都懷疑它有沒有壞，不管是它的這個尺寸跟它的這些高科技的技術啊，我覺得都非常適合新手入門啊。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，點下方資訊欄。好，介紹完了，我要回去繼續做機甲異形。
啊，这感覺就好像一塊乾淨的麻糬丟到花生粉上面。
終於，你看是不是順順利利的又快要完成了？全部都塗完。那你的尾巴呢？你怎麼现在才說？都還沒上色。什麼意思？現在才剛開始，尾巴忘了做。你以為這還沒舊化了？我都差點忘記了，還有這條尾巴。好，我們繼續把最後尾巴做完。這樣又完成了哇！这樣你覺得會很難嗎？還好吧。怎麼說？畢竟我們是使用Phorson 全新的 RiverMax 16K 3D 印表機，用來用去還是習慣這種光固化的技術啊。那 Phorson 可以說是首屈一指。那這次的這個主題啊，直觀來看，它是機甲的異形。那它的設定其實是叫異形獵人。因為我們也知道，在異形的世界觀，其實人類是很弱的，可以對抗異形的，好像就只有終極戰士。那人類就終究只是獵物，所以這個人類就設定出一個這個機甲異形，專門來對付異形。這裡可以看到，比如說他這次做的這個頭部，很科幻的頭部，它的內構啊，我刻意保留了很大部分的透明的方式去呈現，因為它的結構其實跟異形的設定很像。比如說從前面這裡有這種頭骨的這個設定，這邊又有看到一個比較生物感的抱臉蟲。異形它在做繁殖的時候，它會先有一個抱臉蟲找一個宿主去做寄生的動作，寄生過後就會從這個宿主的身體胸腔，我们看到最經典就是從胸腔就從胸腔要爆開，然後異形就出來了。這樣，它這個概念就是把這個抱臉蟲的基因設定在這個位置，所以我在塗裝的時候，我刻意把抱臉蟲塗的比較生物的感覺，就是用一些肉色。其實原型師在整體的這個頭部在刻畫的時候，他盡量的有把真實異形的設定的一些重點元素，然後去做一個機甲的轉換。基本上整體的塗裝啊，補塗完成以後，我就直接打黑底，以銀色做基礎色，然後做重一點的 Max 噴塗，就是讓這個邊緣的霧化效果再強烈一點，去保留整個作品的這種機甲感。邊緣帶一點污損呢。我們在看異形的時候都知道，異形的血翼。比如說，在那個整個太空艙裡面的這個格納庫的這種鐵架，異形血液一下去就開始熔，所以這裡的設定，這個地方它其實也不是什麼所謂戰損後的土，它就是被異形血液融化的金屬，所以我這裡就刻意用了這種，其實它是糊糊爛爛的顏色，它就是帶一點光澤嘛，因為異形血液還是那種液態嘛，經過這樣腐蝕的質感。那為什麼這個機甲異形卻毫髮無傷呢？沒錯，因為它的設定，其實它這個機甲要耐強酸，畢竟這個就是去月球表面取得的尼姆合金。畢竟這些設定也沒有補完這麼多細節了，然後這些是我自己去幫他贅述的。既然都已經做了這麼細節的異形，那為什麼不做出一顆真的異形？這個原型師也很猛啊，他就是在這個地方啊，同樣的也是把異形做出來了，做了一隻異形頭。那頭骨破裂其實有做一點內構，可是它這個蓋子就沒有做所謂的透明。可是我又想要詮釋出好像有頭骨隱約在裡面的
這個地方就是在塗裝的時候，我做了很多層次，也一直不斷的調整該有的這個配色，然後隱約可以看到一些頭骨的感覺。異形獵人啊 ，DSR 異形，把腦門壓碎這個概念。塗裝的時候就用了很多熒光料，那這個熒光料啊，其實我用了水性的熒光料，就是摩多出的這個。因為它這是水性的，基色是用消光，所以我混了很多光澤的顏料進去，讓它變成是反過來是光澤。因為我覺得血液剛出來的時候應該要有那種厚度跟立體感。那當然一定会有人說，為什麼沒有那種流漿的感覺？有機會啦，我還在練習中。你們覺得這個血液應該要這樣就夠，還是要噴的到處都是？因為噴的到處都是，可能要怎麼做啊？把顏料裝在一個那個袋子，啪，那它是不是啪，這樣才會自然嘛？這個血液的噴灑可能要問那個高大成啊，高大成法醫高大成。然後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拿出法醫最常用的這個紙燈，我們來看這個血跡的反應。這個時候就可以發現有沒有？哦，原本這樣看起來噴濺沒有很多，其實我還要用硝基去做一些隱藏的這種血液的噴灑。你看連手上都有，這個血跡反應是有的哦，這邊其實是有的。你看這樣看好像沒有，其實是有的哦。然後在底台的部分呢，基本上我還是想保留一點科幻感啦，所以我用這種很強烈的機甲白，然後當然有做很多舊化疊色。它的這個設定感覺像是一個格納庫裡面非常重要的機具板，一個艙門啊，我就用了這個 Cyberpunk 的黃色。因為上一次我們做那個 Cyberpunk 的主機啊，摩多幫我調了一罐啊，這一桶你看，其實我只用了這一點，所以我想說我要多認真多用一些。這一桶的量會不會其實可以塗一台車啊？這個黃下去其實是還蠻跳的，可是我在上面做了很多刻痕啦，舊化無損，把它的彩度壓下來。整件作品我覺得看起來就不會這麼死板的，只有這種銀色啦，或是這種比較淺色調。對，就這樣，輕輕鬆鬆、簡簡單單又過了一關哦。然後也順便讓大家知道說，喬老師其實是喜歡做模型的。那如果你對 3D 列印有興趣的話，想挑戰試試看的話，跟你們分享這一台 Fosun 所推出的 Rebel Max 16K， 它有很多不同的早鳥方案。不管你是要更換設備的老玩家，或者是你還在觀望 3D 印表機的新手，不要猶豫，這一台 Rebel Max 3D 印表機推薦給你，趕快買起來吧。那最後印出來就好了嘛？好像還需要一些塗裝技巧，空壓機啊，是還需要一些這些裝備。那當然，現在已经我覺得現在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。現在有很多是可以用水性去替代，你這整架作品用水性塗完也是可以。真的不难啊，就是花一點時間，有點耐心啊。這些工具就是我這次有使用到的這些顏料啦、筆啦、其他工具，我會幫你們整理了資訊，放在下方的留言置頂。大家看到這裡就很高興的，我要開始塗裝了。然後很難過的是，我下一次什麼時候塗裝了？